风还在洗玻璃啊！哇，马上暴雨了，老板吹得飘起来了！哇哇哇哇！来！你他娘真是个人才！银行的玻璃不是防弹的吗？还贴啊？防弹和台风不一样。大家注意！您各位给我拿个主意啊！我爷爷说了啊，烧了以后没有虫子，而且可以做肥料。但是我孙子又说了，不能烧，烧完有污染。你说爷爷说烧了好，孙子说不能烧，在线等啊！你们说应该是听爷爷的，还是听孙子的？有几个聊于朦胧的直播间的主播消失了，他们不是被封了，他们是消失了。然后可能有人已经注意到了，我今天早晨到下午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自己检查了一遍，我这应该没什么事儿，所以我准备转路线呀。之前一直是做的这些社会时事的主播，看来接下来我只能走这个颜值的路线了。唉，不知道在这条赛道上我能走多远。长大以后才发现，原来小时候觉得励志的故事竟然全部都是假的。梅花香自苦寒来，梅花香是因为它是梅花，而不是因为苦寒。有人说觉得累就去看看凌晨4点的菜市场和急诊室，觉得累你不应该去休息吗？而不是看看谁比谁过得更累。毕竟恶难皆长相，非是登云梯。为什么道家从不主张吃苦？因为苦难就是苦难，它不会带来成功，也并不值得追求。如果吃苦就会成功，那么驴将是世界首富。吃得苦中苦，伺候人上人。先苦不一定后甜，但是先甜那是真的甜呀。就现在这个社会，权力垄断让人懦弱，资源垄断是让人贫穷，信息他妈垄断让人愚昧无知。剥削的来源它就是权力，而不是资本。没有他妈权力撑腰，他资本他妈也根本玩不转啊！你如果说一个靠捡废品为生的老人资助了一个上不起学的孩子，那你会给这个老人竖个大拇指，哎呦太伟大了，自己本来生活都这么艰难是吧？然后也感慨这个孩子的可怜，那这就是一个正能量。但如果你换一个角度来说这个事儿，老人为什么要靠捡废品为生？这个孩子为什么上不起学？为什么需要一个捡废品的老人来资助？那如果没有这个捡废品的老人来资助，那这个孩子是不是就读不了书了？你要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说，它就是一个负能量。我记得《战狼》里边有一句台词啊，冷锋高举着那个护照啊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，当你在海外遇到危险，不要放弃，请记住，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。我当时感觉特别的震撼，热血沸腾。还有那个司马南啊，我经常听说这个司马南依靠反美，各种骂老美是吧？各种那个这儿不好那儿不好，这肯定是一个正能量。官方呢也都会给推流，给了很大的流量。全网加起来6000多万的粉丝，抖音就占了3700多万。最后呢，移民到美国了。你说说明什么呢？哎呀，我这脑子是不够转了，说明什么呀？不知道啊，大家说说明什么呀？现如今大家都不怎么关心国家大事了，看看周围，许多明星和知名人士都不频繁地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了，许多专家也不再出来忽悠大家了，不少的学者和教授也不再发表一些雷人的观点了。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变得更加理智和清醒，不再轻易地受他们的影响。家里的电视已经很久没有打开过了，积满了灰尘，连焦点访谈和新闻联播这样的节目也没有人关注了。
告诉大家，现在的人们，尤其是我们普通老百姓，已经不再关心现在县长和乡长是谁了。大家变得越来越实际了，越来越有自己独立的见解。对于那些我们无法改变的贪污腐败不公现象呢，我们选择不再去关注，我们更愿意关注自己的家庭和孩子，关注日常生活当中的琐事，比如柴米油盐酱醋茶，这才是我们真正关心的。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儿，为什么给抹了？就你一个人就行了。就多少年前就说中国人口14亿，那时候咋回事你知不知道？明明有15亿、16亿，都瞒了不敢报，完就说有14亿。你现在还说有14亿，其实呢，有那些嘎嘣的都没报，没有14亿了都。现在年轻人谁生孩子呀？完了20、30、40的说没就没，你说是不是？根本就没有14亿了。据卫健委的消息，截至9月10日，全国呢已经提交了超过2400万条育儿申请补贴，占目标总人数的80%。也就是说，全国可以申请育儿补贴的人数总共有3000万名左右。也就是说，从2022年开始，共出生了约3000万名的新生儿。我们按照此前公布的数据推算，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人口分别为956万、902万和954万，3年累计出生了2812万人。那2025年截至9月10日，新出生的人是不是等于3000万减去2812万，只有188万吗？我们回到原题，超过2400万人申报，我们按照2499万人计算，完成了80%，也就是对应能够申领的总人数是3124万人。而过去的3年就出生了2812万，也就是说今年截至9月10日出生了188万到312万人之间。怎么会这么少呢？这个计算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欢迎大家指正。这个要单的那份啊，过了啊，好，这个累份了，这个累份了，到了，累着了吧？你看看，这把能跑掉了。现在呢，就是有一些班级群、校友群已经变成了包养的资源群。这本来是应该聊作业、聊吃喝玩乐的地方，硬是有一些不怀好意的同学带节奏，把自己的女同学介绍给一些大佬。一开始呢，有部分是心动的，觉得这种钱来得很轻松，不用去发传单，不用做兼职，不用做家教等等，也不用去做苦力活，想要什么东西张口就来了，连吃饭都不用掏钱。那这种生活谁看谁不羡慕啊？你这一羡慕，不就有人蠢蠢欲动了吗？然后呢，就开始你带我，我带你。班里玩得好的女生呢，一个个都有了这种所谓的靠山，觉得自己现在年轻，就是应该好好的，吃喝玩乐，吃好的，穿好的，用好的，根本就不会想着后面的坑到底有多深。甚至呢，这些包养还滋生了产业链，包养中介，把有一些有想法的同学和有资源的大佬进行匹配，真的是无奇不有。大家一定要珍惜现在还能够出国的机会，言外之意就是很快大部分国家都不会再要中国的工人了啊！很多人不服啊，说中国人是最能吃苦的，最能加班的啊，哪都好，又是最聪明，学习能力也是最强的啊！全世界最好的工人就是中国的工人啊！这一点啊，我不否认啊，国外的老板他们也认可咱们的工人啊，但是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大家感受不到，离开咱们这个地方到了国外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契约精神。言外之意就是说话算话，你得讲诚信，这是最重要的。这也是恰恰咱们所有人都没有的，咱们最缺的。咱们不缺什么呢？咱们不缺努力，不缺汗水啊，咱们就缺钱，咱们也缺诚信。这是咱们带给所有外国的雇主印象最大的，说跑就跑，说翻脸就翻脸啊！这是咱们这么多年给全世界的雇主留下的比较深刻的印象。可能很多人听到这里不服啊！大家看看，巅峰时期日本一年从中国要5万人，现在1000人都不一定够到，现在一年啊！大家再看看最近小乙这边的情况，坚决不要啊！为啥呀？以前都是干2-3个月再跑啊，现在前段时间下飞机就跑，我现在过一段时间我估计在飞机就直接跳伞了，根本就不用下飞机，
直接跳伞就跑人了啊，一点契约精神都没有啊！人家人力公司在机场苦苦等一整天啊，7、8个小时就拿着牌在这举着等你啊，你早就跑了啊！你跑了，你给人留个言，你说不好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已经被人接走了，你说一声，让人家苦苦在那等7、8个小时，人家费时费力花了钱给你搞到指标，把你搞过来啊，在机场等着你，结果你人早就跑了，这就是咱们的契约精神啊！那很多人讲了，中国人技术好，中国人能吃苦，中国人能加班，一天光喝水就行，不用吃点心，也不用喝饮料啊，确实是这个，咱不否认啊。但是对人家来讲，这些啊，你一个中国人，我用1个半的泰国人也可以顶上啊，再不行，我用2个印度人也能顶上啊啊！人家要的是工人是干什么？第一，你是要好管理啊，起码你的人还在公司才能管理着你啊，你人都不在公司了咋管理你啊？你把人家的国家的法律，你把基本的诚信全部抛在脑后啊，人家谁还敢让你来呀？啊，咱们中国还有句老话呢，啊，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。那么同样还有一句老话呀，啊，前人过河拆桥，后人就没得桥过了，啊，所以说你看现在国内压着几万人呢，大概率是走不掉了。那都是咱们前辈给咱们争取的机会，给咱们创造的优越的口碑啊。大家在了解新闻的再去看看欧洲方向，有多少国家现在排斥中国的工人啊？再看韩国，人家口头上不说不要中国人啊，人家一年从国外招募16万的工人，中国人能过去200个吗？人家口头上，人家表面上不敢说啊，各方面敏感的因素，人家不说不要，人家说要，他就是不给你批啊，一年来个100个200个，意思一下 OK 了。那是咱们干活不行吗？不是啊，咱们都很聪明，但是大部分人都是小聪明，哎，只管自己眼前那么一点点的利益。那当然原因有很多方面啊，咱们的生活压力也大，负债，很多人都负债，都急于挣钱还债，这一点可以理解。但是做事咱们还是都要讲原则的，就这么搞，3到5年以后，你看看还有哪个国家敢要啊？咱不说人家想不想要，人家敢不敢要啊？所以说呢，这个2、3年还有这么一点点机会，能走的赶紧走吧。